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订阅。本期新闻的主要看点有：传说这是一种可以轻松毁灭航母的武器，也可以在顷刻间摧毁一个国家。都说它将主宰今后的战争，真有实力还是空噱头？走进今天的主题：中国王牌轰20。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在军事领域也出现了大量的超级武器，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应该要数核武器。随着核武器的研究与发展，核武器的运载工具战略轰炸机也应运而生。据相关媒体报道，它既可以被当作常规武器使用，完成远距离的巡航制导任务，也可以用作战略轰炸机来完成战略轰炸任务，进行具有目标性的核弹投放。轰炸机的研制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的，一般科技实力的国家根本难以达到科研标准，所以现阶段拥有超级战略轰炸机的国家也是凤毛麟角。全世界范围内的轰炸机一共也只有7款，比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少了2个。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战斗力最强的轰炸机是美国的 B2 型轰炸机，但是据了解，不久的将来这种说法将被改写，因为我国的轰20隐身轰炸机即将于今年投入实战训练，它拥有着与美国 B2 型轰炸机不相上下的战斗实力，甚至在科技上高于世界上任何一款轰炸机。轰20的问世给世界各国都带来了恐慌。战略轰炸机的构想最早在我国大使馆遭受西方国家轰炸就开始被提上了国防科研议程。后来国防与军事专家明确地表示，我国应该先从3位一体的轰炸机开始建设。所谓的3位一体，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具备3种核打击能力。现阶段这3种核打击能力分别是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远程战略轰炸机。随着我国各项军事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种3位一体的轰炸机模式已经初步具备了基础。这些基础包括我国东风洲际导弹的问世、核潜艇在全球范围内的部署完成，以及6K 轰炸机的更新迭代等等。随着这些国防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创新，为我国研制和创造更高水平的轰炸机提供了有利条件。前段时间公布了关于我国轰20轰炸机的形象，随后官方也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并且给出了明确的数据，轰20真的存在，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批量生产并应用到军事演习之中。轰20轰炸机的航程在 1.2万公里以上，巡航时长超过10小时，也就是说轰20完全可以执行10小时以上的飞行以及轰炸任务。整个机身重量在200吨左右，射程范围也相当惊人，高达 1.6万公里，承载核弹量可以高达45吨。这种载荷能力高出现在国际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将近1/2。与此同时，官方数据显示，轰20的性能已经远超轰6K几倍，而且已经有全面超越 B2 轰炸的态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轰20的隐身功能。现在世界上轰炸机具有隐身功能的只有我国与美国2个国家。多年前俄罗斯也曾经提出过建设隐身轰炸机的设想，但是很遗憾，时至今日，俄罗斯的隐身轰炸机仍旧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近些年，俄罗斯军方也表示，俄国隐形轰炸机将在2030年之前进行服役。那么不难看出，我国现阶段在隐形轰炸机领域至少已经超越了俄罗斯，在不久的将来也将超越美国。轰20还有一个世界范围内其他轰炸机难以实现的本质优势，就是它能够携带现阶段最先进的巡航导弹以及巡航导弹系统。这个导弹的射程范围远远超过了1500公里，速度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可以达到 0.89 马赫，每小时的速度可以超过1100公里。这个系统就是我国独立研发并投入使用的成剑10的空射版本。这个系统完全运用了北斗卫星的惯性导航功能，导弹可以通过卫星自动识别巡航范围内的地形改变，躲避目标以外的障碍，更加适应各种环境中的飞行。该系统之下，导弹的目标攻击能力与精准度会大大的提升。另外，相关数据显示，我国从轰20理念的提出到建造只用了大概2年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空军发言人在一次航空开放活动时答记者问中这样说道：这次轰20开始服役的时间与预期的设想差距不会太大。从空军发言人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轰20
真的要来了。不得不提的是，在我国民间企业与组织也是在进行战略轰炸机的研究，这为我国的轰20功能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飞龙2号隐身轰炸机以及无人机群就是我国民营企业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来讲，飞龙2号以及其无人机群的作战方式很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反航母打击的首要作战方式。现阶段公布的信息显示，轰20暂时不会携带无人机集群，但是以后轰20的升级版战斗机中是不是会携带这一功能就不难预见。世界轰炸机领域在轰20出现之前，美国的 B2 轰炸机绝对算得上是首屈一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美国都将 B2 轰炸机当成是美国空军的骄傲，甚至将 B2 轰炸机当成了美国军事的标志性事物之一。B2 轰炸机相关的研究也被美国军方认定为最高的军事机密，并且在现阶段我国轰20刺激下，美国已经开始了下一代轰炸机的研制。这种轰炸机被命名为 B-21， 它是 B2 的衍生与升级版，在 B2 原有的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功能。美国对外宣称 B-21将在今年的年末完成试航，随后进入服役阶段。但是在现在看来，美国 B2 轰炸机的首飞或许会被推迟，受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疫情影响，很多轰炸机的原材料都难以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供应，所以最后的结果一定是 B-21首飞推迟。美国军方称 B-21轰炸机的机体比原来的 B2 轰炸机要小很多，但是战斗力却高于原来的 B2 轰炸机。它的建造价格相对较低，现阶段被用作主攻轰炸机，但是后续可能被用作 B2 轰炸机或者其他隐身轰炸机的协同作战轰炸机，也或许成为轰炸机战斗集群中的一个轰炸机机种，来完成某种特定的轰炸任务。除了美国以外，还有哪些国家正在积极的建造轰炸机呢？说到积极进行轰炸机战备建设的国家，就不得不提俄罗斯。俄罗斯为了缩小与世界轰炸机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和人力。俄罗斯还专门邀请了俄罗斯航空界的大佬图波列夫公司，为俄罗斯量身定制了轰炸机设计与建造方案。这个方案中的轰炸机被称作是 PAKDA 隐身轰炸机，这是继美国的 B2 隐形轰炸机、中国的轰20轰炸机之后，世界范围内的第3个隐形轰炸机机型。据俄方军事发言人称，俄国的轰炸机科研非常顺利，轰炸机的设计部分主体基本已经完成，一切都在计划当中平稳运行。预计今年年底，第一架原型机就会问世，并且按照原定计划在明年年初进行首飞实验。俄方发言人还透露称，这种新型的轰炸机采用了比较新型的外观，它的外形基本上可以认定为飞翼设计，并且这架轰炸机的所有作战设备或将被安装在主翼中。在这里不难看出，俄国的轰炸机也是沿用了美国轰炸机的外观，与美国 B2 轰炸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经过仔细推敲，俄国的轰炸机与美国的轰炸机还是有细节上的区别的。举个例子，美国 B2 轰炸机为了躲避世界各国雷达的侦测，特地在机身设计上增加了大量的倾斜面设计。俄国的设计师直接将轰炸机的进气口设计成了与轰炸机顶部相互平行的样子，这种设计是非常先进的。它不但能够躲避雷达电波，而且可以直接消除和消化雷达电波。中国空军已经跨入战略空军的门槛，作战和活动范围由陆地向远海远洋延伸，空中兵力运用从单一平台向构建体系发展，前出第一岛链，飞越多个海峡，展翅西太平洋。轰炸机和战机航迹不断远伸，体系作战能力越练越强。在钓鱼岛空中维权、东海防空识别区管控、南海常态化战巡、台海持续演训等任务中，空军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保卫国家安全，保障和平发展。战略空军是指可以独立遂行战略任务的空军，这种战略任务包括战略核威慑、摧毁敌方纵深乃至本土的战略目标，进行战略侦察、预警和战略投送等等。美国和俄罗斯等国的战略空军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要拥有战略轰炸机，我国空军则对应的是远程轰炸机，也就是远轰。而我军现役的轰6系列轰炸机尽管也具备空中加油等能力，但准确类别应该为中程轰炸机。美国空军之所以叫嚣要让中国恐惧，主要原因还是美国自诩有打击中国本土的手段，因此才敢口出狂言。而目前我们除了洲际导弹，还缺少一种能够打击美国本
本土的航空武器。除了洲际导弹，中国还应该有从东北起飞，穿透远东鄂霍兹克海和阿留申群岛，到北美发射巡航导弹的隐身轰炸机。这是除了洲际导弹以外打击美国本土的最好方式。试想一下，我们的远程轰炸机去美国家门口转一圈，华盛顿会如何作响？解放军空军是世界空中力量领域的一个暴发户。截至2020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空中力量之一，第4代战斗机数量已经超过1000架，仅次于美国空军。好啦，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